传张幼霞的嫡系部队已经悄悄镇守北京，还在北戴河布下防线。另有消息称，习近平最亲近、最信任的亲信韩世明被抓。这一抓等于直接切断了习近平和外界的联系，眼下的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与此同时，中共元老和军方高层正在北戴河秘密开会，暗中布局。更有惊人的说法，9月3号大阅兵并不是习近平再次宣示军权，而是他退位前的最后一场礼遇。这边军中格局已经动荡，那边地方大员却突然唱反调。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高调表态，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话的矛头对准的就是手握兵权的张幼霞。在这场中共权力核心的暗斗里，地方格局、军中分裂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林晴。自媒体人文明在节目中说，北京传来的消息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急火攻心，悄悄回到了北京。慢性病缠身的他实在耐受不了北戴河压抑的气氛和这几天一波接一波的坏消息，最先引爆的就是军权调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没有经过习近平同意，就擅自将82集团军一旅悄悄调到北戴河。同时，习的亲信中共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韩世明被抓，这让习近平内心抓狂。现年53岁的韩世明是习近平任职浙江时的小跟班，20多年来的亲信，负责习近平的日程和会议，管理习案头的文件，负责与中央警卫局、外交部、军委办公厅等机构的联系，以及处理内部机密信息传递等工作。从政治权力角度来看，这就等于切断了领袖及时指挥和对外联系的能力，包括文件批示、口头指令，甚至私人会晤等。即使习近平仍坐在中南海办公室，外面的世界却由别人替他过滤决定。文明还说，江油人的造反，还有澳洲杨兰兰事件，已经形成舆论海啸。更惊人的爆料，杨兰兰其实不只是习近平的亲侄女，而是他的私生女。盛雪女士甚至指出，她的脸型轮廓神似年轻时的齐心。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也通过自己的渠道佐证了文明所说的军力部署情况。他表示，如今张幼霞的嫡系部队82军进驻北京，接管了卫戍北京的任务，而归属82军管辖的响箭特战旅进驻北戴河，替换下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接管了守卫北戴河的中央领导的任务。大兵压境下，习近平身心俱疲，对去留都充满恐惧，想留任但有兵谏威胁，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文明指出，退下来的恐惧不只是会不会被仇家报复，也不仅是对权力的进入骨髓的贪欲。据习近平私下跟亲信何立峰的酒后吐真言，他最担心的是，一旦退出，谁来保护自己暗中积累的巨额财富？谁来保护家族上百号人的生死与财富？姚成在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说，元老与张幼霞对习近平的反复态度感到极不耐烦。张幼霞已经采取措施，让82军的重装旅进驻北京昌平，196旅进驻北京丰台，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其他的部队则分布在高碑店、石家庄和邯郸等地，构成了对北京的多层次包围圈。姚成指出，9月3号大阅兵可能是习近平最后一次站在天安门检阅部队的机会。军方正在进行倒数计时的部署，选择让阅兵成为习近平最后的礼遇，而不是冲突的起点。阅兵过后，行动计划将进入到启动阶段，这是一场包裹在仪式外衣下的权力交接。北京和北戴河的异动也逃不过关注中共政局的体制内部的人。黑龙江日报13号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召开议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会第一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听取各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
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梁慧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总结讲评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省军区司令员范明磊汇报本省国防动员练兵备战工作情况。会议强调，军队各级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永保绝对忠诚。许勤的表述是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而张又侠主导的中共军队机关报《解放军报》于2024年11月以来多次强调了党的领导，用以替代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作为黑龙江省的一把手，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已经明确表态，他将听命于习近平，坚定地支持习近平。他要给中共元老和张又侠一个警示，一旦他们对习近平动手，他就准备搞兵变。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已经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和军队内部分裂，而这仅仅是我们捕捉到的凤毛麟角，或许更大的地方政府和军中异动正在暗中酝酿。就在习近平与反习势力激斗正酣、僵持不下之际，自媒体人苏小荷在节目中表示，13号当天，新加坡主流媒体国家电视台非乎寻常地播放了中共20大会议期间习近平公然将前中共党魁胡锦涛架离会场一幕的视频。当时胡锦涛发现，在20大常委名单中，团派人马被全数踢出中共核心权力圈。习的这一人独裁的做法震惊了当时的胡锦涛，这一场面也是习近平对国民极力封锁的新闻。君子报仇，10年不晚。在习近平政权不稳的当下，跟中共交往密切的新加坡政府在他的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习近平权倾天下的丑恶嘴脸，不是巧合。或许是在中共官场游历、身经百战的胡锦涛重新走入中共权力核心之后，再报习近平当众羞辱的一箭之仇。中共内部派系权斗经常借助外国媒体放风，这是他们常用的打倒对方的政治手段。这或许是胡锦涛与习近平最终决一死战的宣战书。而更让习近平忧心的是，自己不能参与，但北戴河会议却正在进行时。自媒体人小说家13号在节目中表示，他刚刚获得的爆料消息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反习派的6大核心人物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汪洋，还有军中的张又侠和刘源，开了一场小范围的碰头会，但爆料渠道拒绝透露任何的会议内容。此前，小说家曾在自媒体爆料，汪洋在北戴河会议上向习近平提出了4点要求。第一点，中共20大的人事选举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应在10月的中共4中全会重新选举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第二点，他建议在4中全会讨论并通过领导职务任期与交接制度条例，内容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不得超过2届，总任期不得超过10年，接班梯队必须提前5年启动培养，确保平稳交接。第三点，恢复集体决策，确保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有充分的多角度讨论与制度的限制。第四点，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代表大会中差额比例不低于30%，确保有真正的选择空间。候选人应有公开政见发表和答辩环节，让代表清楚其理念和能力。投票必须采取匿名制，防止举手表决形成压力和干扰。汪洋表示，不能将国家的命运寄虐在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上，而必须依靠一套稳健、透明、持续的制度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的稳定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程序的公正才是真正的政治安全。汪洋提出的4点政改要求的消息无法证实真伪，但却表达了人们求变的心声。网传的汪洋政改方案更像是否定习近平的路线，拿下习近平，恢复中共党内曾经有过的专制统治内的集体领导，为共产党续命的一套策略，
而且整体方向是回归邓小平的路线。而正是邓小平的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体的跛脚鸭式的所谓改革，在40多年前挽救了共产党的命，好像命运的齿轮再次滑向40多年前的那一刻。中国人还愿意再被共产党欺骗吗？你怎么看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